朋友们，大家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在生活当中，你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场景，你想拍下来，但是呢，稍纵即逝。我今天就碰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我回到德国之后呢，看到我家那个酱油没有了，所以呢，我今天去一个华人超市去买了一桶酱油，一桶不是一瓶。在收款那个地方，我前面呢是一位德国老太太，然后呢，她就跟那个华人的收银员在说，她说：“哎呀，现在东西太贵了。”她说：“现在我的养老金都不怎么够，生活成问题，就是非常的无奈。”我看一下，她绝对是个德国老太太，因为她的脸啊，她说的德语啊非常正宗，所以呢，应该是个德国人无疑。你说抱怨也好，你说在诉苦也好，反正他就觉得现在东西太贵了。他说生活呢比较艰难，然后我就发表了我的评论啊，我就说，哎呀，是啊，在德国现在有那个通胀，因为呢，德国的政府呢都把钱去帮助别的人去了，不管德国自己人了，这也是实际情况。然后那个德国老太太她说，是的，你说的对。但是我们能怎么办呢？就做出一个耸耸肩的样子，就是无能为力。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德国退休老太太，今天我碰到，当时我真的很想把它拍下来，但是呢，只有大概10秒到20秒，我也不好意思掏出我的手机把那个场面拍下来，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有点难堪。这是我遇到的啊，真实一个场景。另外呢，我今天去买那个酱油，我发现，上次买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因为我一买一般是买一桶，我今天买的是一小桶，大概有3斤多吧，3斤6两，6.5欧元，我就觉得不便宜啊，6.5欧元，因为我刚从中国过来嘛，所以我就会自动呢把这个欧元的价格折算成人民币，那就相当于50多块钱，50块钱人民币。我的印象当中，我上次买的话应该是4欧元左右，然后这次去买呢就6.5欧元了。也就是说，如果你按照比例，它的通胀那就超过了一半，超过了50%，对吧？也就超过了不是50，而是60%呢，6424。如果是60的话，才是涨了2.4欧元，那现在是涨了2.5欧元，就超过了60%了。同样。今天我去看了那个豆腐，它是零的豆腐，就没有包装的，直接那个装在一个放了水的桶里的。我看了价格，应该是一块豆腐吧，现在是1.8欧元了。我记得大概是3、4年前买一块豆腐应该是0.9欧元，或者是1欧元。也就是说，这3、4年，这个物价又涨了1倍了。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啊，在德国科隆，我不知道其他的地方，反正这是在科隆看到的情况。然后呢，现在一袋那个豆芽，应该是绿豆还是黄豆芽，现在一袋是1.8欧元，以前也是9毛钱一袋的，同样一袋，那个翻了倍。这就是我见到德国这个在华人超市的物价。同样，在德国其他的那个普通的超市吧，就是德国人经常去买的德国连锁超市。虽然我拍了一期，有不少网友说，哎呀，德国的那个物价还是挺低的。这点呢，跟他们收入比，我觉得部分是对的啊。比如说1公斤苹果3欧元，对吧？3欧元也不算很贵，相当于1斤1.5欧元。但是你也应该想到啊，就是德国人赚欧元换欧元的话，德国平均有工作的人啊，不是平均每个德国人，而是平均有工作的德国人，他们拿到手的钱是2400块，2400，然后呢你去算。另外呢，我想告诉大家，在德国，食品是欧盟补贴最多的东西，补贴大家没听错，在德国凡是呢平时我们吃的东西，不管是蔬菜、水果，还是其他什么面条之类的，都是有补贴的，面粉也一样，补贴很多。
所以呢，他就相对来说跟他收入比，那就比较便宜了呗。有人说，因为有补贴啊，老百姓得到了好处啊，这是德国人的福利啊。说到福利，我又说一说啊，其实这所谓的补贴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因为你们要知道，一个国家政府它是没有钱的，这钱从哪里来？税收，对。就是所有，比如说西方国家、福利国家的福利，都是通过税收。那个福利不是从天上掉下来馅饼，最后买单的还是德国纳税人。像我、像你、像任何在德国有工作的人，都是为这个福利做贡献、做买单的人。比如说德国人呢，他拿到手的平均每个有工作的人是2400欧元，之前就是税前是3670欧元左右，这是中位数，和平均数有区别，平均数更高，中位数只有3600多欧元，然后拿到手只有2400多，大家自己去算一下这个比例就知道，德国人交的所谓的税呀、各种社保呀之后，这个比例是有多少，最后拿到手还有多少，这所有之前那些就是所谓的福利，有的人说是免费的也好，其实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都是我自己交我的税，然后呢给自己发福利，就这样一种东西。你相对来说，有些人抱怨中国的，比如说我们村子里的人，农民他们的收入是低，但是农民真正的交的社保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保险到底有多少？比如说新农合，对吧？每个农村户口的人每年新农合在我们广西是每年380块钱，这380块钱，它是在你的社保卡里面有额度的，你平时呢去拿一些东西，可以从里面可以划走的。也就是说，你交的这380块钱，其实政府呢没有收走，而是呢作为一种间接的福利又发给你了。这是我了解到的情况，我不知道全国其他省份啊，广西是这样。但是即使这样，还有很多人，很多农民朋友们抱怨，我们的那个医疗保险到了他住院的时候，我还要交，比如说还要自费20%、30%，还有很多药呢，它不属于医保范围，等等等等，反正就是抱怨。你看，他又看到了说那个自媒体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官媒啊，也说，你看西方人家都是医疗免费的。然后就是对国家非常的不满了哦，说你看我要交那么多钱，人家西方都免费，就是有些人还有抱着这种心理仰视的，或者有些还有信息差，所以导致了还有一些人，即使中国目前可以算很不错的国家了，还是有一些人还要运到美国去，运到德国来，但是相对于14亿人，他们即使运几万人到美国去，那个比例也不高啊，对不对？你一个国家再好，都有对那个国家不满的人。话说了啊，可能大家不信啊，每年从美国移民到其他国家的人其实也很多，德国也一样，离开德国人移民到其他国家人也很多每年。当然我现在没有具体的数字，如果大家一定要找那个数字的话，我也可以把这个数字摆出来给大家，说明呢我没有骗大家。就是说移民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不管你那个国家多完美，总是有一部分人出于各种原因对那个国家可能有些不满啊，或者是他可能找了那个国家的老公或者老婆，要到那个国家另外一个国家去生活一样。所以这些人啊，我就觉得哈，如果是一味的把比如说中国的人放大，认为呢中国去了几万人，就是好像中国这个国家有多么不堪，中国就要崩溃了一样，所以大家都往外跑一样，其实这完全是瞎掰。况且了，现在我发现，特别是年轻人，就是平视西方的越来越多，我觉得这是个好现象。仰视的话，我认为啊，是年纪越大的人仰视西方越来越多，越是年轻的人平视的越来越多，这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这反映了什么？反映了就中国随着它的发展，年轻一代人越来越自信。当然，这个国家的发展与整个中华民族的人勤劳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同样的时间，比如说同样10年的时间，
中国人的勤奋努力绝对要比西方人高出1倍，甚至是西方人的数倍。大家相不相信？所以就是所谓的卷，在国内真的很卷，没有办法，因为呢，整个国家要往前发展，而且中国的人多，市场也大，机会也多，所以即使你卷的话，只要你的产品好，我认为呢，还是有非常大机会的。好了，说到这里呢，我就说到另外一个话题啊，就这次呢，我从中国过来，我带了几样东西过来，我想给大家看看为什么我带这些东西过来。我现在手上呢拿着这个东西，我给大家打开一下。这是一个西方知名的一个品牌，是一个麦克风，它是自动降噪的啊，在拼多多上面买的，大概是人民币40块钱。一模一样的东西，在德国，你们知道多少钱吗？是我的德国伴侣告诉我的，因为是他叫我帮他买的。在德国呢是128欧元，而在中国的40块钱是多少？大概是5欧元。5欧元这个东西还包括这个收纳袋，因为是他工作当中用到的，然后他想去申请另外的那个新的这个麦克风，他说他们公司目前还不批准，因为太贵了。他说还能用，所以叫他继续用。但没办法啊，因为这里坏了，皮啊它已经破了，所以他想申请一副新的，没有得到他们单位的批准，所以他就叫我为了工作需要自费从中国买过来。我告诉他价钱的时候，他真的惊掉了下巴。他说怎么可能那么便宜呢？怎么可能只有人民币40块钱，也就是欧元5欧元呢？在德国差不多130欧元。第二个呢，我这次从中国带过来的，这是 LED 台灯，拼多多上面买的啊，它其实非常好，可以折叠，所以我就可以直接带过来。充电的，你们知道吗？在拼多多，像这样一副台灯多少钱？最便宜的我看了我的那个订单，16块人民币包邮啊。它这个电池我还亲自试了一下，大概能够坚持3个小时，最亮那一档可以亮3个小时，16块人民币。既然16块，那商家还卖，就说明他还是有那个利润可以赚，否则他不会卖那么便宜啊，谁有那么傻做亏本生意，对不对？这是第二个，所以我就带了2台过来，一台送给我的那个德国伴侣，一台我自己用。还有第三个，这个东西呢是一个知名的品牌，我用了几年了，这个东西全部坏掉了，因为它是人造革那个皮，所以用了几年之后，因为氧化等等，反正那个皮革已经坏了，不成样子，它会有碎片往下掉，特别难看。我在德国我看了，在德国亚马逊，像这样一副啊，这是配件，11欧元。也就人民币大概是80多块钱，11欧元。我在中国买的，在拼多多上面包邮11块人民币，也就是说真正的是赚欧元花欧元了啊！在中国11块人民币，在德国11欧元，但是德国人的收入没有中国的8倍那么多啊，因为欧元对人民币的比价是1比8左右。对吧？所以呢，这反映出啊，其实欧元在德国国内它的购买力要比在国际上要低得多。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欧元这种货币，美国也一样，美元一样，它的货币在他们国内是高估的。像这样，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在国内买呢16块钱，相当于2欧元的东西，在德国它还可以充电的，又是 LED 的这个灯，20欧元，绝对要。还有另外一个，这个东西，这个不管从设计来说，还是从这个大小来说，我觉得都非常的好。它这里呢是竖显的啊，而且是非常隐蔽的，就插了电之后，你能看见它灯亮。这种乳白色，我觉得特别好看。开始我以为是小米，其实它不是，也许是小米一个牌子啊，它是主这个牌子，我不知道厂家是谁。
反正呢，在网上我看他的评论挺好的，所以我就在网上买了，也是在拼多多。对不起啊，我不是为拼多多做广告，我确实呢很多东西是在拼多多买的。想想看，像这个东西，在拼多多我买的是多少钱？猜一下，人民币90块钱包邮。从设计来说，还有它性能来说，这么先进的东西，在德国目前我可以告诉大家，找不出类似的东西，找不出类似的产品。如果有的话，我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至少要50到60欧元这样一个，至少啊，甚至更贵。我原来有个小米的，但是我买大了，我们家庭只有2个人，所以我就买了一个小的，刚好呢可以最多够3、4个人吧，平时就我们俩，所以这就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就专门从中国呢那个人肉把它带过来了，放在我的行李箱里面，因为它比较小嘛，可以直接放到行李箱里面把它带过来。90块钱，11欧元左右。在德国刚才说了，如果有的话，至少要50、60欧元，赚欧元花欧元，对吧？在德国其实啊，如果你真的样样要买，在德国本土买的话，这个钱不怎么经花。这2400块就是德国的中位数收入，很快就没了。我这2天呢还看了一下，就是关于德国人的那个收入，还有德国人的那个开支的啊。德国国家统计局他统计了啊，在德国平均每个人支出每个月要1800欧元，这还是2022年的数字。现在又2年过去了，大家也知道2022年到现在为止，由于俄乌危机等等，对吧？现在以色列这个方面，就全世界这个那个物价呢变动非常快。像德国，它的能源危机呀，还有通货膨胀啊，这2年特别严重。美国也一样，通胀严重，对吧？也就是说，2年的时间，通胀又会可能多了2成到3成左右。也就是说，原来1800你乘以1.2，你就知道现在多少钱了，也就超过2000多欧元了。这是平均每个德国人每个月的这个开支才能够活下来。你想想看，每个月收入还没有变啊，还是2400，然后呢，现在每个月要活下来要超过2000欧元，还没有算你去度假的费用啊，只是平时啊吃喝拉撒租房就超过2000欧元了。也就是说，普通的德国人，即使你看你说赚欧元花欧元也好，普通的老百姓在哪个地方都是活命而已。前面有个节目我说了啊，就是现在德国老年贫困的问题，很多德国人他老年人他的那个交了45年的那个养老保险，最后每个月他的养老金平均只有1200欧元。你看刚才前面我说了，每个德国人平均啊每个月的开支要1800，而且是2022年的数字，现在到2024年肯定超过2000欧元了，而他的退休金只有1200，还要交税，另外还要自己买医疗保险，你说他们怎么能够活下去？最后呢，没办法呀，到街上捡瓶子啊，有押金等等，还没有办法怎么办？那只能去厚着脸皮看看从政府那里能不能得到一点帮助。德国政府呢是对自己国家人特别小气，而对其他国家人，比如说对乌克兰人啊，对所谓的那些难民啊特别大方。在德国啊，那些比如说乌克兰人，他们不仅呢每个月可以领到563欧元，2024年的这个数字，563欧元的生活费，而且呢德国政府帮他们包租房的费用，帮他们包暖气的费用，帮他们包那个电视费用，这3项加起来，再加每个月发给他们的563欧元，加起来他们的福利一起呢，每个人头大概是1300欧元。所以呢，有德国人呢去做了一下计算，如果是他一个月辛辛苦苦起早贪黑去工作，属于低收入群体，每天去老老实实去工作，一个月下来，
可能他拿到手的就是1500欧元，他什么都要自己出，房租大概要700欧元左右，一个人单身的啊，吃饭300，那就1000了。这还是没有饿死的情况下啊，还没有交通费，还没有通讯费，还没有社交费用，还没有其他，因为除了这个已经交了保险之外，你自己私人还要买一些保险啊，各种各样的开支，这1500欧元根本就不够用。而那个人，比如说乌克兰人，他一来到德国，你看发的福利给他，或者一些所谓的难民，这福利加起来超过1300欧元左右。而一个普通德国人，他辛辛苦苦一个月，低收入群体，可能1400、1500欧元，然后呢自己交房租，自己还要吃饭、交通费、这样费那样费，最后呢一个月不仅月光还是负数。你说做一个德国普通人，他知道了德国所谓的对其他人的福利之后，对非德国人的福利之后，非德国纳税人的福利之后，这些人还有积极性去工作吗？如果是我每个月如果是辛辛苦苦只能够赚到税后呢只有1000多欧元，我也不会去工作了，我就躺平算了，在家做懒人，反正国家养着我嘛，对吧？这就是德国目前这样的情况啊。所以呢，德国政府说啊，我们德国现在需要大量的人工作，到处都需要有工作位置。为什么？德国经济其实非常的差，破产的公司很多啊，然后呢，出走的工业也非常多。但是即使这样，德国到处还缺人，是德国经济好的不得了吗？并不是啊，而是刚才说的原因，因为德国所谓的这个福利太优厚了，就是现在2024年国民金提高了，除了这个政府兜底之外，每个人还发563欧元，所以导致了很多低收入的人，他根本就不想再出去工作。哪些是低收入的人呢？比如说餐馆的服务人员，酒店的那些打扫卫生的人，酒店的前台等等等等，反正呢与服务有关的，还有理发师等，很多了，他们都属于低收入的群体。这些人根本不想出去工作了，就导致了现在应该是美国也差不多吧，反正呢服务人员特别缺，好像表面上看起来到处都招人一样，其实呢就是因为这个德国这个福利太优厚了，养了很多的烂人，因为他们在家躺平了，做床上运动，到时他过得要比那个辛辛苦苦去工作的人要更好。你说作为我一个正常的人，我绝对我就感到不平啊，我也不会出去工作了。所以像这样的所谓的福利社会是不能长久的，我告诉大家。所以现在西方就是因为它出现了很多问题，在向下沉沦，然后他们貌似呢收入好像要比中国人高很多，其实如果你不折合人民币，如果是你在那个国家赚他的钱，在那个国家花，很多的人或者说大部分人，他们的日子过得非常的紧巴巴，他们盼星星盼月亮，盼着月底发工资的时候。我以前也说过啊，因为我在德国做过网商，也在网上卖过东西。其实有不少德国人，他当时下了单，然后呢，他会告诉我，现在我不能付款，请你等几天我才付款。他说，因为呢，到了月底我有了工资了，得到收入了，我就付款。这不是个例啊，这是我在德国遇到的情况。好了，这是我给大家说的。这次呢，我从中国呢把它一些东西人肉搬运到德国来，这是为什么？因为呢，两国这个物价差别实在太大了。有些人啊，眼光锐利的人肯定发现了商机，对吧？就说在德国东西那么贵，那我在中国有资源，我在德国那我就或者西方国家，我如果卖的话，我就发财了。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其实我认为啊，在德国还是要卖那个附加值比较高的那些产品，可能更容易发财吧。
像靠卖这种东西，绝对是发不了财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德国呢，它有24个月的质保，只要在这24个月之内出现了问题，作为卖家他就可以发那个比如说电子邮件啊，或者打电话给你，你得处理，按照德国那个消费者法。所以其实它这个德国的运营成本还是挺高的。另外呢，在德国，如果你请这个员工，前面说了有那么优厚的福利，有24天到30天的带薪假，这些都是福利。同时呢，推高了这个用工的成本。也就是说，用工成本增加了，那你的运营成本，你整个产品的成本也升高了。所以貌似呢，你看像这个东西在德国卖20欧元，也许他最后他也没有赚到多少钱呢，就这个原因，就是各种各样的成本推高了德国这个物价。所以说，水涨船高，在哪个地方都一样。在这个地球上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的收入特别高，物价特别低，没有这样的地方。如果有，请你告诉我，到底在哪个地方有？如果有这样的地方，我分分钟移民到那个地方去了。绝对没有这样的地方。稍微有一点点思维的人，就觉得这样的说法特别的可笑。但是就是有些人啊，自媒体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虽然我也是自媒体，网上不管是说德国的或者说美国的，都会说，你看人家德国的物价有多低呀，比如说那个牛奶1升才1欧元，在美国加一次那个汽油才多少钱？他只说物价最低的东西，而不说物价很高的那面。比如说，他没有说在美国、在德国一次发要多少钱，对吧？他没有说在德国打的多少钱，他没有说在德国每个月付的房租要多少钱。因为在德国啊，55%的德国人他们是没有自己房子的，也就是说，这55%的德国人，他每个月他最大的开支是房租，然后才是吃饭，然后才是其他的东西。所以在德国现在是这样啊，对普通德国人来说，上餐馆是一种豪华的消费了。就像我有一期节目是翻译德国媒体报道一个女警官，她每个月她有2000多欧元收入，她还抱怨她自己月光还不够用。她说每个月她能够去吃上一次餐馆就是短暂的豪华的享受了。这是她自己说的啊，这是德国焦点新闻报道出来的。你想想看，在中国，作为一个你有工作的人，你觉得每个月上次餐馆是短暂的豪华的消费吗？我觉得没有人会，或者极少人会这样认为吧。而且在德国上餐馆并不是什么豪华的餐馆啊，就是非常普普通通的。在德国上餐馆，我告诉大家是怎么样消费呢？一般来说啊，德国人上餐馆就是点一杯饮料，然后呢点一份菜，不会点2样，就点一份菜一份饮料，这就是短暂的豪华的消费了。在德国，像这样的消费，在德国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奢华了。现在，因为手上的余钱太少了，大部分人都是月光。那么在德国，告诉大家吧，也有统计数字，每个月的房子的那个月租啊，你租房嘛都要有房租，对吧？每个月月租，德国统计局也有统计数字，就是全部德国人每个月花在房租的占他税后收入的30%。但是在德国，大部分呢租房族都是在城市，而在城市呢，这些人他们每个月房租，大多数人都超过他收入的40%。德国统计局的数字，2019年以来签订的租房合同，大部分人，比如说在德国超过310万这个人啊，就是签那个310份租房合同，他们每个月房租占他税后工资的40%，甚至呢在很多城市超过50%了。也就是说，你一个月你的收入是2400，那你的房租1000到1200欧元左右，这光是房租哦，还有吃饭等等这样那样的。所以在很多你别看
有些人喜欢说收入的时候呢，就把西方国家收入折合成人民币，说你看人家有多少多少万人民币。但是呢，他没有告诉各位，在德国、在美国有哪些开支，他不会告诉你。他只看到拍一些在德国那个食品的价格有多低等等，好像都免费了一样。所以我就觉得这些人他们心术不正，就是故意呢给中国人自己不明真相的人造成一种不满，以便呢让可能中国国内形成一种内乱，对吧？其实他们有一种这样的心理，对这个国家不满，好像呢我在国内的不如意呢都是这个国家这个政府造成的，然后呢我在德国在西方的不如意都是我自己一个人造成的，等等等等，像这样的双标非常的明显。好了，朋友们，今天我就是这期呢给大家说说我在今天一家华人超市里面遇到一个德国的退休那个老太太，她在抱怨德国物价非常高，她的生活艰难。另外呢，我给大家看看我这次呢从中国带了多少这个东西过德国来。为什么我带过来？因为两边这个价格差实在太多了。我觉得从中国带过来对我来说性价比太高了，真的，我得看我哪个地方能省钱，我就省。而且我的德国伴侣也一样，他说能够尽量在德国少消费就在德国少消费。为什么？因为呢我们交的税太多了，然后德国政府呢把我们的税收把它给了太多福利给另外其他的人，懒人、烂人以及所谓那些难民啊或者乌克兰人，他看不下去。好了，朋友们，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